这相似梨花阵呢，借后天。此阵已毁，大家当心。倒是些老面孔啊，可惜都是手下败将。10年未见，狄盟主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？10年不见，你的武功还是一样差，没资格问我。萧某虽非武林第一高手，但若狄盟主想仰仗武力扰我婚宴，休怪萧某不客气。 狄盟主的武艺精进了不少，听闻狄盟主观音垂泪修复内伤颇有奇效，可也难敌我众人之力。一块上，不用跟他客气。我会再来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西方出事了，小姑娘中毒昏过去了。婉明，婉明，
他的十号兵。冰中禅，血霜寒，解其毒，扬州慢。是角力乔，他给乔姐姐下了毒。关先生，你善用金针解毒，这毒你肯定能解，你救救婉冕。我刚刚已经问诊过乔姑娘了，这冰中禅、血霜寒是2种剧毒叠加，毒入口直入肺腑，半个时辰就能让内腑结成冰。此毒无解，只能用至阳至纯的内力护住内腑，借之与剧毒相抗。待冰中禅药发之后，病人方可平安无事。至阳至纯的内力，抗寒的内力，若是有丝毫霸气，便会伤及受冻伤而极度脆弱的腑脏，让病人更快死亡。这天下至纯内力能做到此的，唯有扬州慢。所以才说，解其毒扬州慢。否则3个时辰之后，冰中禅发作之势难挡，乔姑娘将全身结冰而亡。扬州慢，那是李相夷的独门内功。若是真能救婉冕，叫我跪下求他也罢。可李相夷早就已经死了，角力桥那妖女究竟想如何？也不必非得用内力救治，可否让我看看乔姑娘？这没你的事儿，别动婉冕。你有别的办法救她？本是朝朝我来的，终究还是连累你了。李先生，水我烧好了，我家小姐如何了？能开门了吗？李先生。尊上，木冕山庄情况有变。
相依。相依。元气大伤，命都折下，值吗？怎么样了？里面什么情况？李先生关着门，一直没回应。李莲花，我们已经备好所需，关先生他们已经在熬制汤药了，里面情况如何啊？李莲花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倒是吱一声啊！尊上，他身上毒素已清，只是被点了睡穴，仍未醒。属下没想到，尊上竟会帮李相夷遮掩。李相夷还欠我一场比试，我不能让他这么轻易就死了。何况二人较量，本就无需这种下作手段。角力桥这番背着尊上出手，是发现李相夷未死，要引他现身。角力桥为何这般在意李相夷的死活？他和我已经不是一条。外面，外面，相依，相依，来，这杯钱。他以前就说过自己有心结，我也不知道会这么吓人。现在药喝了也没有醒，大夫看完了也看不出什么毛病，也没法下方子呀。关兄，你就看看他吧。
我以为你们有旧仇宿怨，处处针对，为何这么着急他？我那是跟他斗气呢，还是性命要紧。关大哥，你快看看李大哥吧。不是让你好生休息吗？可我担心李大哥。这脉浮沉难测，为何这般奇怪？脉象细软，血气俱虚，气血耗散，无以为继。这脉象已是不足。不足什么？很要紧吗，关大哥？他心脉气血不足，是先天心疾之症，虽无性命之忧，亦当摒除忧思躁动，安心休养，方可无甚。没事就好。我中了冰中禅，角力桥说只有杨仲曼能救。那金渊盟不过是为了制造恐慌，给我们施压罢了。狄飞生要用你的性命要挟我，让我放了银王寻命。一个银王寻命怎么能抵得过你重要？给他便是。狄飞生给我解了毒。自然，那个李莲花还自称能给你解毒，我既然信了他，任他胡乱折腾。我现在只庆幸，还好金渊盟有所求，除了狄飞生，也没其他人有这个本事了。我是来告诉你，李相夷，他还活着。相夷，杨仲曼，我体内有杨仲曼内力，我见到相夷，不是吗？怎么可能？你最爱的桂花糕，我可是排了很长的队呢。这绳结又是你自己挽的，是不是啊？跟别人倒格外不同，解都解不开。怎么会一模一样？是你，我真傻。你活着，我活着。
李大哥，你可还好？还好，就是有一点点头晕，好多了。关大哥开了方子，方多病去抓药了。你先喝口水，润润嗓子。啊，我还一时喝不下了，也不渴。我真担心你。这救急呢也无伤大碍。苏姑娘，你的伤……我不要紧的，关大哥说他有办法，他会治好我的，你放心。啊，对了，李大哥，今天我收到了爷爷的来信，他说冰片跟祭文没有查到，但是你拿的那香，他确定就是南印香。这南印香的效用，可和芷玉姑娘说的一样？这就是南印的第2大秘术，乃吴心怀所制成的迷香，燃之可让人陷入愉悦的幻境之中，失去痛感，任人宰割，被活剥人皮也不会挣扎。若以大量的南印怀香对付习武者，会致习武者散功，武功尽废。到底是谁将这吴心怀用在了师兄身上？说是金元盟3王劫杀师兄，确实不需要如此才是。不过南印已经灭国了，吴心怀也越来越少，这香可是相当稀少珍贵，可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拿到大量的南印吴心怀香的。对了，李大哥，说起南印，今日我撞进角力桥时，发现他在用南印画，画意我虽辨不出来，可是我确定那就是南印画，我听我爷爷学过，他定不知我能听分明，否则非要我的小命不可。角力桥。其实，爷爷这次来信，也是来催我回家的。可李大哥，我想，其实我想，你想什么？今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不出3日便会传到苏爷爷那儿去。你还想他老人家挂心担忧吗？况且你脸上的伤，若想早日痊愈，就得回家疗养，此事最不可耽搁。赶紧回去收拾行李，明日一早就走。乔姑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都不休息啊？
我中冰中禅，多得先生相救。可我的毒是扬州慢解的，先生怎么说？哦，小姑娘，你的毒并不是我解的，是狄飞升出手给你解的。是吗？先生拿着我绣给相宜的香囊，却告诉我说相宜已经死了，眼睁睁看着我把香囊付之一炬，还叫我放下，安心向前，是故意为之吗？你说他死了，刻意将他的死描述的面目可怖。你让我把故人留在故事里，可你告诉我，死去的人是怎么又活过来的，又是怎么救我性命的？相宜18岁那年练成扬州慢，我和他日日在一起，一朝一夕，一夕一幕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你骗得了别人，你骗不了我。你为什么不转身？你还在怪我吗？你怪我，在你去东海之前写的那封信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想骗我，可不可以看着我说？相宜，你还恨我是不是？明明你就近在咫尺，我怎么会认不出你？我等了你10年，你是不是在怪我？所以你宁肯出走10年，也不肯回来给我一个心安，是不是？阿敏，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我看到你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，我为你感到开心，也为你感到幸福。相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变了这么多？我在你身上已经看不到相宜的影子。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当年我跌入海里，只是挂在了狄飞升的船廊里，没有沉下海去。我回去过四顾门，也看到你给我写过的信。后来，我只不过想换一种活法。不是的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恨我要跟你分开，所以才一走了之的吗？并非如此的，安眠。我突然想明白了，以前那个颐指气使、不可一世的李相宜，确实已经死了。不是的，我当时给你写那封信不是那个意思。他是别人追逐的光，他的耀眼也会伤人的心，也是我永远都追不上的。可那又怎么会是他的错？
知道我有多后悔吗？这10年来，我不断的梦见你，梦见你最后快出门去的那一刻，我拼尽全力拉着你，可我醒来只知道这一切都无可挽回罢了。你既然已经回来，为何不与我们相认？往事已经过去了这么久，我很累的，我只想自责。那你为何又要在我大婚之时出现？我答应过你，安眠，要把最甜的喜糖留给你。从前的我，誓约你的事太多，至少这件，我要做到。在普渡寺，如果不是你告诉我说他已经死了，我不会嫁给自己。你伤心的不是你嫁给了自己，是你没有后悔嫁给自己。相爷，你还是这个样子，能用一句话杀死一个人。阿眠，你喜欢自己，依靠自己，这并不是错。不爱一个人啊，也不是需要自责的事。那你不恨我吗？恨过。早些年的时候，我什么人都恨。后来才又想明白，那都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是我太自负了，也是我自己一意孤行。凭什么李相夷就要所向披靡，无往不利？阿眠，从前你我相遇相知，那个时候的我年少无知，也不懂我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说什么意思？你是说，你从来没有爱过我？那个时候我们年纪小，一切都做不得数。阿眠，人生过半，你我也都不再年少了，该忘的都忘了吧。我救你呢，是出于朋友的情谊，你不要误会。你也很明白我这个人，最不喜欢的就是被很多的事情牵扯。如今天地广阔，这样自由自在的，
瞒着所有人去死，真不明白你这可悲又莫名的固执。吓我一跳呢你！这大晚上的你不走正门，走这干嘛呢？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自己的路，又何必自扰？我不懂，但我敬你的坚持。不必了，狄盟主，别跟我使绊子就行。我没让角离桥下毒。我知道，狄飞升呢，向来杀人如麻，但是做事呢一向光明磊落。只是狄盟主向来不爱争辩，我呢要确认一下。和以前相比，你狡猾了很多。这次狄盟主有意替我遮掩，我欠你一个人情。你带他来做什么？你不是总怨我金渊盟杀了你师兄吗？尊上让我来，是与李门主说明，10年前，我跟炎帝、白王还有四象清尊，收到了单孤刀的约战书。我等自是不屑，可到了应战之地时，发现单孤刀已经死了。是师兄向三温约战。先知道金渊盟和南叶到底是什么关系，金渊盟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说南应，你忘了？忘得这么快？之前在一品坟当中，你所抢去的木匣，便是南应公主的随嫁之物。你不知道？我为观音垂泪而去，我要那木匣何用？我也刚刚得知，10年前，从江南霹雳堂购入了大批雷火，正是南应人为之。我也想知道，你为何觉得我金渊盟会和南应有关？你到底还知道什么？何不坦诚相告？南应人呢？买了雷火，炸毁了你在东海所有的一切。那你可知，角力桥就是南应人？你这消息属实？狄盟主，你的家务事需要料理干净。等我查清此事，我再来找你。找了你半天，结果跑到这偷喝酒了是吧？感情先前在地上吐血的人不是你啊？哼，我这不是好多了吗？切，好了伤疤忘了疼。来，赶紧把药喝了。哎，你这毛手毛脚的，我自己来啊。方少侠不计前嫌的救我，这和之前的差别也太大了吧？感谢啊！哎，你可别说谢谢我，我可知道你为什么叫李莲花了。漂亮的话张嘴就来。真正是舌灿莲花，可你说的那些话吧，大多数都没走过心，还说谢谢我救你一命，我看是你自己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命当回事吧？哎，我只是怕死，但是感谢你呢，是真心的。哼，嘴上说了感激，结果转头还是把我卖了不是？哎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些天我在山庄的时候。翻阅群书，倒是认真研究了一下。研究？研究什么呀？研究你啊，方小宝，你是不是一天天闲得慌呀？你这个人吧，以前应该是挺自负的，天之骄子。除了自负，其他倒是跟我挺像的。交的朋友倒是不少，但真心的应该不多。所以后来要么就是遭逢巨变，孑然一身。要么就是被好兄弟背叛过，才导致你现在交友不交心，自以为自己是天煞孤星的模样。怎么样？被我猜对了吧？全错。切！哎，行了，看在你这么惨的份上，本少爷大人有大量就原谅你了。来，
赶紧把剩下的药喝了，喝完了才能跟本少爷一起闯荡江湖。方小宝，我怎么记得有人说过，江湖再见，再理我就是狗啊？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吗？赶紧把药喝了。来，你要多吃点。怎么了？没胃口？是不是体内余毒未消啊？我一会儿让血浪中给你看看。我先替你把把脉。不用。乔姑娘，乔姑娘，季大哥，身体好些了吗？多谢季大哥关心，我也好了。刚还跟紫金说呢，叫他不必劳烦郎中来看我了。紫金关心则乱，你一出事，他最紧张了。昨日慌乱，有些话还没来得及细问。乔姑娘，你见过角力桥了？那妖女的武功可是更高了些。他将冰中禅弹入我口中，我几乎全无抵抗余地。这倒不是最可怕的，可怕的是金渊盟是冲着188牢而来的。我听说，百川院坐下188牢，近日被金渊盟相继开启多处。你们在四顾门旧址设下内牢，被狄飞升寻到，看来也绝非偶然了。188牢的地址确实只有我、比丘、白石，还有我最信任的门徒知晓。若不是有人透露了消息，绝不可能让人连连破牢。纪大哥可有怀疑之人？没有证据，我也不敢轻易怀疑谁，只是要严加戒备，等那人自露马脚。纪大哥，四顾门10年前风流云散，能守住当年魂魄不变的唯有百川院。王冕实在不愿听见百川院中有谁叛离初衷，若是……若是相姨还在，他绝对不想看到四顾门这一脉热血离散。婉冕，李相姨不在了，四顾门也早已不在了，这些事儿就交给纪大哥来处理吧。四顾门确实不在了，但是只要有一颗维护江湖安稳的心，只要把大家重新聚起来，四顾门怎么会回不来呢？你们想要复兴四顾门，这是百川院的意思？不，这是很多人的意思。角力桥这么多年带着金渊盟的余孽四处生事，如今狄飞升已复出了，昨日还公然上门挑衅，令在场的武林人士都愤慨不已。大家都希望四顾门能重振旗鼓，令江湖齐心，压制狄飞升，清剿金渊盟。看来纪大哥也支持这种想法。四顾门要想东山再起，必须要重设门主人选，所以我来找你们商量一下。我思来想去，紫金曾是四顾门的左护法，无疑是最佳人选。这怎么行？重振之时，必当从长计议。纪大哥容我再想想。好，那我先告辞了。紫金，你别生气。我只是觉得，你说过不愿过多参与江湖事，才……婉冕，你不爱撒谎，所以你说谎的时候，总是有一些小动作。
我最清楚了。子金，我不是。你当然觉得我不能做四顾门的门主，因为在你心中这个位置，只能是李相夷。出谋献策，谋福苍生，匡扶正义。对，说得好啊，说得好。哎，张前辈，前辈也是去小清风参加四顾门复兴大会的吗？是啊，胡老弟，我就知道你小子定然会来凑个热闹。我们可不是来凑热闹的，我们是来四顾门流血流汗的，为了江湖大义而死，绝不后悔。好啊，江山自有人才出。当年啊，李相夷成功之时，别如傅老弟这般年纪。这就开始了，走，走。我正排队买鲜肉馄饨呢，你干嘛非把我拉过来？吃什么馄饨？四顾门复兴这样的大事，一生都难见一回。要不是本少爷，你还进不来呢。请征大侠。诸位，四顾门沉寂10年中，江湖诸多变迁。如今，金渊盟余孽，贼心不死，为乱武林。我等除害平乱，自是义不容辞。重整四顾门，也是为了重聚各位新老朋友，齐心协力铲除武林邪魔外道。萧某德浅才疏，难当重任，难得各位同盟旧友推举，盛情难却，暂掌门主之责。今日宣告武林，还请各位新老朋友多多支持。恭喜恭喜！我等定当砥砺相助。我等愿加入四顾门，并承前辈遗志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送我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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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加入，还有我，送我一个，哎，我加入，我也加入，我加入。好，那也送我。万圣刀前来恭贺。帮盟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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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盟主。原来是封盟主大驾光临。前些时我派诸士全仰仗万圣道相帮，我南山神掌门感激不尽呐。诸位，李门主故去之后，四顾门便分崩离析，实在是令人惋惜。现如今萧门主携故友收拾残局，重振四顾门的消息已经响彻江湖了。我万圣道定会鼎力支持。想我万圣道的盟友遍布武林，萧门主，若是有什么难处，
但说无妨。封盟主说的是啊，正是。切，这哪是来道贺的？这分明就在宣称谁是老大。封盟主客气了。近些年，萧某少管江湖事，听闻万圣道崛起，也是倍感欣慰。江湖侠义之道，本当如江河流水，前后相继。想当初我万圣道也是临危受命，为了江湖的安危，略尽一份绵薄之力。不成想这份诚心能够得到各门各派的肯定与支持，这才让我万圣道在10年之间逐步壮大。正所谓能者多劳。封某此次前来，一是祝贺四顾门，二便是想为武林同道说一句：他日若有什么难处，求到我万圣道，定是赴汤蹈火，绝不推辞。说的好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万圣道秉承的侠义之道与四顾门一脉相承，相信你我共同协力，定能共抗强敌，铲除金渊盟、狄飞升。当然，四顾门也不会辜负大家。四顾门的独门秘籍、绝门丹药，愿与大家分享。好说，真是好事啊！若是李相夷还在，听到这个还会开心吗？怎么了？这哪里是江湖同心呢？这是在瓜分利益，好吗？如果复兴四顾门不是为了江湖同心、江湖道义，而是为了让各派四分五裂，这还有意义吗？你小子胡说什么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说错了吗？方小宝，哼，在下捉剑。眼下金渊盟所求为何尚不分明？如果在现有的情况下还要对立厮杀的话，只会将各派卷入纷争啊。所以我还是建议，不要给各派你要走？阿勉，我也该走。四顾门复兴大会才刚刚开始，你却要走？四顾门你真的不要了？我早都已经不是江湖客了。再说了，这四顾门已经有了它的归属啊。所以你不反对紫金做新门主？我从来就没有反对过，阿勉。一直以来，我对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也从来都没有骗过你。那你去哪儿呢？你还为我操心呢？你忘了，我有一座小楼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晴空万里，碧海蓝天，我可以去出海，也可以去登山。加州有存银，床下养条狗，你可不要为我担忧啊。好是好，可总归是一个人。你还别说，这一转眼10年都过去了。不过呢，换一种这样的活法，也不算罪过吧。
况且，你这山上啊，还真的有一点冷。你怕冷？阿冕，我是人又不是鬼，当然怕了。以前你从不提这样的事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你真的与相宜有太多不同了。他还不会说累。他总是有忙不完的事，几乎从来不睡觉，很会花钱，喜欢命令人，总是把人指使来指使去的，却总能办成轰轰烈烈的事。相宜也从不宽恕任何人。而我呢，却穷得很，手里的钱够花就行，总喜欢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睡觉，这样也挺好，而且还没有抽象。但忘了我告诉你啊，你还别说，这10年以来，我学会了厨艺、种花，还学会了针线活，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。我得去帮紫金应对了。有机会让我看看你种的花。一定要来啊！扬州满，果然是他。我用完冕的自己传书邀你来此，你果然来了，李相夷。这李相夷已经死了，他的坟墓就在这里。既然已经死了，又为何会再回来？你还不肯放过完冕吗？他已经被你伤了10年，那可是我们10年的青春。你可知道他有多艰难才走出来？你又知道我有多难才见得云开？你这一回来，将这一切都毁了。此间，我只是回来送了一份贺礼。我本就准备下山离开了，所以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知道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，我也是来真心祝福你们的。好，你活着。又重新回来，你让我们怎么好？自从你让阿冕认出你的那一刻，你就将所有的好都打破了。祝福我看你就是回来看我笑话的。你真的想多了。李
相夷，李相夷多大的名气啊，至今阴魂不散。角力桥和狄飞升重出江湖，您若不回来，怎么对得起您那偌大的名声？所以在复兴大会上，你也是故意跟我唱反调。我只是真心的建议，四顾门该入，武林大会该入，我是不会插手的。你现在和阿米的感情很好，即便有我的存在，也不会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。我现在就担心，阿米见到你就会变心了。子敬，难道你就不相信阿米？只要你活着，我就没有办法再相信阿米。你不是说你不在意这里的一切吗？那你跟我保证，你永远不会再回来，永远不会见阿米。即便是我保证了，你就会相信吗？也对，李相夷多么我行我素啊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你若是想夺回阿冕的心，想拿走四顾门的一切，我又怎么能阻止得了你？那所以呢？你跳下去，我不想亲手杀你。这悬崖数10丈高，若我跳下去，必死无疑。出手吧。真要如此，你知道我说得出做得到。一点多余的招式都没有，你还像当年一样自负。子敬，我不想再打了。如果我说今天我非要个你死我活的答案呢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阿冕，子敬认出我来了，好久没有和他比试了。刚刚我们切磋了2下，他的武功长进了不少。是这样。子敬，我本想告诉你他是相夷的，但相夷不想留下，他不想打扰我们。是啊，也真该走了，告辞。子敬，从他回来，我们也不同了。他走了，而我还留在你身边。事到如今，你可明白安心了？从今往后，我们都放过自己。你也不要再将他视作敌人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回来了。你把这里当自己家了呀？嘿嘿，我饿了，下山正好看见莲花楼。哎，本少爷难得下厨，今天可算是便宜你了。来来，坐下坐下，趁热吃啊！愣着干嘛呢？赶紧趁热吃啊！来来，坐下坐下，趁热吃啊！来来来，你怎么下山了？这四顾门百废待兴，我以为你会留在院中，好好挂职，好好的大干一场。这不是你一直就想争取的吗？哼，这才不是我想复兴的四顾门，他们干脆改个名字得了，叫复仇联盟。水至清则无鱼啊。这道理我自然知道，可现在的四顾门借着铲除金元盟的由头，任由各大门派行联合扩张之势，那些小门派就更无法被顾及了。这还公平吗？这还是当年的四顾门吗？要我说，这李相夷和四顾门在他们心里早就成了扯大旗的符号了。
而不是像现在，为了门派的利益左右逢迎。你这不做厨子可惜了呀。哼，本少爷的天赋还不止这一些呢，你可别小看我，你好好珍惜我啊。我没有小看你。不过说真的，本少爷闯荡江湖，心意坚决，你不拿我当朋友，也别拿我当小孩。我只有一个要求。 别再耍心机，让我回天机堂了，行吗？我这逃出来也不容易。拿过来。那就为之前的事情做一个了结。来，敬新朋友。你说什么？ 新朋友，嗯，最好的朋友。等等，你这酒不会有问题吧？我已经喝了。反正能被你骗这么多回了，谁怕谁呀？哎，酒量不错呀。嘿嘿，既然咱们俩都已经是至交了，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。我得跟你坦白一个事儿，我刚刚得知。 单孤刀他不是我舅舅，是我亲爹。你也知道了？你早就知道了，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我也是刚刚知道的。我是在查你爹真正死因的时候，无意当中得知这个消息。真正的死因？单孤刀，并非是金元盟三王所杀，但他的死，却是挑起金元盟四国门恩怨的导火索。我怀疑有人在这背后下了一盘更大的棋，他牵扯到了玉城、一品坟、元宝山庄，甚至还有冰片。南阴人在其中。 充当了重要的角色，可这并不是全部。这冰片，我倒是在我亲生母亲那儿见过绘图。你看，你娘为何会有这个冰片？或许跟单孤刀有关。 我仔细研究过了，是种机关钥匙，很有可能不止这一枚。我怀疑，有人要凑齐它们，打开什么机关。
能得尊上赞许，阿乔这心中十分欢喜。此一杯酒，敬尊上对我的厚爱。公羊无门说，他制这冰中禅，只有杨中曼能解。没想到尊上的内功也可解此毒。你的意思是我的内力不如李相夷？是阿乔失言，我自罚一杯。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13年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也未曾问过你想要得到什么。我什么都不求，是真心爱着你的。只是，尊上也应该谈婚论嫁了。阿乔只希望尊上可以让阿乔成为你最后唯一的女人。娶亲自然要娶，但我不会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。你是南印皇亲之后，可未曾提过。尊上如何？如何知道？你确有几分聪明，但聪明过了，就是自作聪明。尊上，你误会阿乔了。阿乔自从跟了尊上，就把你当成我最后的归宿，所以从未提起过故土。好啊，我且问你，南印人在中原除了你还有谁？尊上，我一心跟着您，所以我的心都在您身上，跟其他南印人都毫无瓜葛。角力桥啊，角力桥，你永远都学不乖，永远都不会知道我内心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。从今日起，盟中之事你不必再插手。尊上，听好了，我的身边不会是你的归宿，但我的道会是叛主之人的归宿。尊上连我是南印皇亲后族都知道了，他到底还知道些什么，听到些什么？若我查出是谁走漏了半点风声，扰了尊上的心，我定让他不得好死。圣女莫慌，你去通知风庆，把霹雳堂处理干净。当年雷火的事情，千万不能让尊上查出半点苗头。圣女，我看是该为自己着想的时候了。圣女不妨把江湖上所臣服于你的人笼络起来，作为后盾，这样万事不惧。那些人在我眼里，不过鱼龙牛马混杂之辈，有点用就罢了，全都加起来，也比不过一个尊上。尊上是强，但是圣女却要狠下心来，把他攥在手上才是啊！若是一心顺其意，反而适得其反。你可知道，那草原上是如何熬鹰的吗？就是念着他的自尊，压住他的自傲，重新造就他。此后这鹰仍旧傲强，放飞出去，凶悍无比，最后只听命于一个人。雪公，把那香拿来。是。吃什么呢，狐狸精？哎，李莲花，你昨天说我爹的死或许跟他生前做的事情有关，我查到了，他手下从前有4名得力干将，名叫四虎银将，其中2虎已经战死，1虎不知所踪，唯有这个刘如金听说在丰州马家堡当护院，倒是离这不远。那既是不远，萧子金成婚怎么没见他来啊？当年四顾门散伙，据说他对萧子金颇有成见呢。看来我们也该走一趟了呀。啊？这就走啊？你身子没事了？不是挺好的吗？那乔姑娘婚宴未曾礼成，你不留下来观礼了？那就不必了啊。看着我干什么呀？我脸上有东西。你说说你，一副病殃殃的样子，这脸嘛，
也就勉勉强强，怎么就得这天下第一美人的青睐了呢？你个小屁孩，胡言乱语啊！什么胡言乱语？人家乔姑娘看你的眼神完全不一样，好吗？方小宝，你才多大呀，就能读得女人的眼神了呀？她是感谢我出手相助，懂了吗？难道你就不想乔姑娘了？若你想夺人之美，我可以帮你啊。嗯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我们不合适。我说真的，江湖上很多人都不赞成他们俩在一起，都说这个萧子京曾经是李相夷的部下，都觉得他们俩对不起李相夷呢。这阿敏愿意就好，她值得世上最好。这李相夷啊，也并不是她的良配。走了，赶紧收拾东西，还做刑探，天天都在想什么呀？你说自己也就罢了，干嘛诋毁我师傅呀？切！